Hello， 大家好，我是 Linda，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 Travel 单车小教室。本集节目由 FSA Vision 赞助播出。那今天很开心邀请到阿根。嗨，大家好，我是阿根。今天呢要聊的这个主题呢是非常多车友都很好奇的，就是今天我如果开始喜欢对骑车有兴趣，想要入手一台车，我到底该怎么选？因为市面上车款百百种，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挑。那我们可能根据这个使用情境，大概分2个种类啊。第一种大概就是可能比较通勤、比较休闲的感觉。那第二种呢，可能就是比较往运动这个方向，就例如说我们的自由车的赛事里面有的这种项目之类的这样子。对，那首先呢，我们就可能想几个情境来帮各位观众提问。好，那请问这个阿根教练，如果我今天呢，就是只是想说在居家附近，我可能偶尔需要去采购些什么东西，或者我只是有这个代步的需求，去邮局寄个信，然后或是载小朋友回家之类的，你觉得有什么样的车种是比较合适的？在这个车款当中，我们淑女车或者是菜篮车，其实都还蛮符合刚刚讲这种情境，就你可能要方便上下车，然后放一些东西，那甚至代步稍微长一点点的距离。不过我觉得主要可能有几个要考量的，就是你这个骑乘的距离有多长，那你这个距离当中有没有比较复杂的地形？因为即便是在市区，有些这个跨桥啊，或者路桥，或者是一些道路的变化，可能你也是有变速的需求。所以传统的一些通勤车，它可能是以单速为设计，甚至做的比较少。例如说像 U-Bike， 它也只有3速。所以如果你的这个骑乘过程当中会有比较多变数的话，那你就可以有比较好的选择，就是你可以选择在变速上做一些调整，或者是你知道你的路线比较稍微复杂一点点，也许可以选车架重量稍微再轻一点点的。那当然这是以就是骑乘的时候能不能更舒服为导向。但如果你在考量的是我出去的时候会不会需要载很多东西，那这个菜篮的大小，甚至再进阶一些到 Cargo Bike 的选项，我觉得都是蛮不错的。例如说我在北部有的时候会看到，可能爸爸带小朋友出去运动，带了一台 Push Bike。哇，如果你没有好的这个置物空间或收纳空间，骑到后来，爸爸要一肩先扛着这个 U-Bike， Push Bike， 然后再把小朋友找一个地方让他可以坐。可是如果你有 Cargo Bike， 好像就是一个蛮适合的选项。大家一家人骑去河滨，所有的装备放在爸爸的车上，大家可以开心的骑车，骑累了，爸爸也可以帮你把这些东西收起来。所以我觉得在都会通勤或者是日常，如果你有买菜载货的需求，选项有蛮多的，这些是大家可以去考量的一些面向，是不是符合你自己的情境？那当然，这些车种会因为你的需求，可能在重量上被改变，或者是骑乘的感受上会被改变。例如说 Cargo Bike， 如果你用在通勤，它回转半径比较大，可能会比较吃力，整体重量不太适合通勤，可是它就很能够载货，所以这些综合的考量是大家如果当做通勤选项的时候可以纳入其中的。好，那也想聊到就是，现在呢，可能就是在上班族的这个状况，我可能租屋处没有很大，但我每一天有通勤的需求，但是周末有时候有空的话，又想要稍微运动一下的话，有怎么样的车款很适合这样的情境？刚刚讲的淑女车啊，虽然它在日常通勤就很方便，可是当你开始想要运动，面对到的地形一定会更多。你再多的变速，一定都不太够用，因为以淑女车来说，7速8速可能已经是非常这个极限，而且也不太适合在更多档位了，对，会变得太复杂。可是这样的档位如果拿去，就算是河滨的骑乘，你可能也会觉得一档太轻，下一档又太重，然后甚至是变到已经最轻或最重了，在骑乘的过程当中，不管是运动的感受不够，或者是真的踩不动，所以这个时候会需要一台更适合运动的车款。那我有很多朋友一开始都会问我说，是不是选一台折叠车最方便？就是我家中不太好收纳，然后放在那边，就是平常若没骑的时候可以折起来。可是如果你的折叠情境其实没有使用那么多的话，折叠车那么多关节，其实代表就是故障的发生率。不能说折叠车就一定会坏，可是你越多关节，就会增加它越多发生故障的风险。那我的建议会是，如果你家还算这个空间还算 OK， 可以选一台小径车，它总体的这个不管是长度也好，或者是大小，都会比一般的登山车、公路车来的小一点点。可是它也同时带给你这个骑乘的感受，甚至有蛮多的这些小径车，它也会做弯把，或者是它可以搭配稍微宽一点的轮胎。那小径车你也可以搭配前面比较大的大盘，那让你在这个河滨或者是一些
比较长距离骑乘的情境当中，你可以更享受不管是迎风的乐趣，还是运动的成果可以更好一点点。好。那关于这个，我们刚刚有聊到很多这个单车的定义的这个名词啊，大家可以看我们的单车小百科，我们有分2集来跟大家很详细的介绍各种车款的定义跟概念是什么。没错。那接下来呢，想要聊到的是，今天像 Linda 我自己本身也是这样开始的，我是这样开始骑车的，就是如果今天教练我真的很想减肥，太胖了，想要开始做有氧运动，想要瘦身，想要开始运动的话，到底该选怎么样的车种比较好？那我先补充一下我自己呢，其实是一开始从 U-Bike 开始，跟我的车友一起，下班的时候我们就从三重骑到淡水。那骑了一阵子之后，就发现骑出兴趣，觉得很舒服。但是呢，其中有一位车友他是骑公路车，我是骑 U-Bike 追他，我就觉得奇怪了，我明明体能也蛮好的，使尽全力要追他都追不上。对，那他就跟我讲说，那 Linda 其实看我的车，一上车之后就知道，哇，真的是车子的问题，所以马上就入手了我的自己的第一台公路车。那像这样的情境，就想请阿耕跟我们分享一下，如果只是想要减肥、想要瘦身，什么样是一个好的选择？刚刚 Linda 讲了几个选项，第一个 U-Bike， 其实我觉得刚开始入门，你都还没有什么概念的时候，U-Bike 真的是一个蛮好的工具，而且你甚至不用担心回家要把它收在哪里，对，这真的是超方便。但是随着你的需求越来越增加，我们可能就有蛮多综合的考量。那例如说 Linda 刚开始借了朋友的公路车，会觉得骑得很开心，可能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它轮胎比较窄，所以会让你速度马上跟 U-Bike 就有直接的差异。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刚才讲运动。开始骑的路线比较多变之后，公路车的变速系统它会提供你更多速别的选择。那你在面对不同环境的时候，U-Bike 可能你轻一档真的太轻，那个脚就这样啪啪啪啪啪，可是重一档你就觉得哇，这个踩的速度我没有办法维持可能20分钟、30分钟。但是公路车每一档细致的变化，会让你的脚感觉随时可以保持在一个轻盈的踩踏感。所以公路车的选项呢，它除了重量很轻，轮胎的这个骑乘感受会让你速度感比较好之外，变速也是一个很好的考量。那当然，有些人会想说，我都要运动了，选这个公路车会不会太犯规？就是太轻松哦，好像没有流到什么汗，然后就选择了一台相对重一点点的登山车。其实我觉得倒不用有这样子的考量，因为你如果觉得骑公路车轻松，那你可以把这个挑战的路线选到更多爬升的爬坡路段，可以每天都去骑5岭。没错，我觉得运动最重要。就为什么大家一开始会从 U-Bike 入手，就是因为它不需要让你很担心自己这个车辆的收纳，或者是哇好重哦，要把车子扛回家很累的这个情境。但是啊，如果我们开始要买自己的一台车，这台车你是需要自己带回家的，对，所以它好不好从这个家里，可能你家有电梯也好，或没有电梯要扛楼梯的过程，能不能好搬运？公路车是一个很好的选项，甚至它比较轻。当然我发现有些人可能会因为它的弯把比较难上手，因为弯把的骑乘啊，会让你的身体比较前倾。然后我觉得也可以考虑平把的公路车，就会是一个很好的选项。千万不要因为你觉得登山车那个颗粒会阻力比较多，运动效果比较好，就硬去选一台登山车，反而会让你，例如说回家开始在扛阶梯的时候后悔这个选项。对，骑车最重要的就是它可以让你很轻松自在，每一天都会想要把车子拿出来骑。对，就是你那个出门的阻力不可以太大。真的，没错。那聊到登山车，我也很想问，因为现在大家就常看到很多人在山林里面飞跳，真的超级帅的。如果教练我是想要享受这样子在山里面驰骋的感觉，登山车是不是就很合适？虽然我们刚才讲说，如果每天要扛那么重的车子呢，然后会降低一点点骑车的欲望。可是如果你的喜好就是希望可以更亲近山林，那登山车一定是一个最佳的选项。当然，大家如果上网搜寻这种 mountain bike 影片或者登山车，常常看到就是飞飞跳跳。可是登山车不是只有这种骑法，没错，其实有非常多更轻度，例如说这几年台湾的高山山林开放之后，有很多它的越野程度没有非常高，它就是非人工铺设的路面，但其实相对轻度。你用公路车可能太困难，而且很容易有机械故障的风险。你可以选择一台避震行程稍微短一点的登山车，那它总体的车重量也会比较轻。例如说 cross country 的车种，它的避震行程可能是在前面避震器100 mini， 后面避震器大概也是100 mini 这样子的车重。大概会在10到12公斤左右，当然会比公路车重一点点，但是我们日常你要把它扛上家里都很方便。这样子的车重呢，你可以搭配这种轻度的越野，甚至要稍微进阶一点点比较复杂的骑乘路线，它都还是可以吃下大部分的越野地形。
那当然，随着如果你骑的口味越来越重度，你想要以下坡为主，那避震行程的考量就要越来越长，或者是轮胎的颗粒要越来越大颗，它可能会让你在骑乘公路的平路或者是爬坡的时候比较吃力，可是它让你越野的时候可以非常的享受这个下坡的乐趣，控制起来也会更得心应手。所以如果你想要入手登山车，你可以先考量你的目标是未来想要骑的这种飞飞跳跳很帅，还是你刚开始只是想要接触山林，甚至像我们刚才讲这种比较轻度的登山车，是很容易可以再多带一个，不管是马鞍带或者是坐垫包，然后让你去面对可能是有露营的需求，或者是你就单纯带个咖啡的器具，对，然后到山林里面去喝个咖啡，对，所以登山车呢，就大家想象只有飞飞跳跳的选项，但其实它可以有更多不一样骑乘的方法，而且甚至这个可以让你跟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个抽离感，就是包含像现在有很多人会喜欢露营，我觉得越野单车某种程度也是让我们从原本就都市好像很纷乱，然后很紧凑的生活，到一个你自己掌握你自己的速度，这种骑乘的风格。没错。那聊到登山车的话呢，Linda 在这边也要推荐另外一个频道，叫做 MTB 101，就是我们的 Ian。那他这个频道里面呢，有全部跟登山车相关的，不管台湾的骑乘路线，或是你一开始新手要入门的话，该怎么选车，其实有很多很详尽的资讯。大家呢，我放在连结里面，大家也可以去看了一下。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教练，你平常都在玩铁人三项吗？是。那对铁人三项非常熟悉。如果我今天就是因为看到朋友玩铁人三项，觉得太帅了，我想要开始骑车，那是不是就直接买三铁车呢？还是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如果是以铁人三项的比赛来说，然后你自己一个人就在不能轮车的状态之下，你想有最好的表现，三铁车确实是一个最好的武器。可是呢，大家想象就是你如果趴在那个 extension bar， 就是俗称的休息把上面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刹车的。这样子的操控方式，你要在趴休息把和握刹把之间做切换，其实对于新手来说是蛮有恐惧感的。那加上你趴在前面的这个骑乘姿势啊，不管是在上坡会比较不舒服，或者是侧风的过程当中控制的稳定性会影响，可能就是对新手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挫折感。那加上台湾地狭人稠，你真的要找到一条可以全程都趴在休息把上，然后安心骑车的路线，其实也不多。可能都要利用4+2的方式，才有办法把车子带到现场。那我觉得这对新手来说，增加了超级多个这个出门骑车的关卡。可能久而久之，你就会觉得哇，我是不是三铁车先架在训练台上，只有比赛拿出来骑？所以我会建议，如果你是一开始你是因为铁人三项想要接触到骑车的伙伴，还是先挑公路车就好。因为除了地狭人稠，我们需要不断的去切换握把的位置。其实台湾的地形啊，也常常会遇到爬坡。我们以北部来说，你可能在北海岸骑车，在进入到海滨段之前，你要先爬好多个爬坡，或者是你是在中部，可能会很常骑这种中潭公路，或者是日月潭，其实也是有遇到非常多爬升的情境。那刚开始如果你就用三铁车去面对这样的爬坡，其实蛮吃力的。那对于日常的训练来说，也比较有挑战性。我会觉得刚开始你可以选择一台弯把的公路车，它可能对于这个高速巡航之下，没有办法让你120%的去解放你的实力，可是它可以包含你在日常的训练、赛事通吃。如果你真的非常有兴趣之后，再买第二台车。我觉得当你有2台车可以去做选择，包含专业的选手也是一样，日常的训练以公路车为主，开始接近铁人赛季的准备的时候，再切换到计时车、三铁车的骑乘，我觉得这样子的情境是比较符合的。所以如果你是铁人三项的玩家，第一台要入手的，我建议还是先以公路车为主。没错，那今天呢，真的很谢谢阿耕跟我们分享这么多不一样的需求、不一样的情境，该怎么选车。那各位车友们呢，如果还有更多的情境，有很多的问题的话，都欢迎留言问我们，我们都会尽力的回答大家。那我觉得只要能够亲近大自然，可以透过单车的方式，不管什么车款，其实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式。没错，对，尤其现在呢，有了 e-bike 之后，又让这一切变得更轻松、更简单了。所以各位车友们，如果要入门的话呢，其实有非常多的选择，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这个运动的这个单车大家庭。这样。好，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也谢谢阿耕跟我们分享这么多。那也欢迎各位车友继续锁定我们 Travel 单车小教室，未来还会有很多跟单车有关的讯息跟大家分享。